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手上有一份资料，是关于一部在佛教里面很有分量的一部经，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这份资料是一段解说的誊本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看看，试着去理解这部经它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这部《阿弥陀经》会被大家这么推崇，到底是谁在称赞它？还有就是，对你如果想更深入了解佛教的朋友来说，听到这部经或者去受持这部经，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什么好处？说真的，我一开始看到资料写说十方诸佛都在赞叹，哇，就觉得这一定很不简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看看。首先最让人注意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亲自出来称赞阿弥陀佛，而且他还特别说，不只是他，是来自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全部都在做一样的事情。这大抵是在赞叹什么啊？对，没错，这个确实是经文一开始的重点。释迦牟尼佛他直接就说了：“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关键字就在这里，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对，这主要指的是阿弥陀佛他在过去修行的时候啊，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愿。是什么样的愿？就是他要救度所有的众生，然后呢，帮助他们往生到他建立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愿望的力量，还有他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最后成就的这个目标所累积的功德，那个广大跟殊胜的程度，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凡夫很难去想象，也很难用言语把它完全表达清楚的。所以才用不可思议这4个字来形容。了解。所以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称赞，他还特别告诉现场的弟子，像舍利弗，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后来所有听到这部经的人，这个称赞是整个宇宙的共识。就是说无数世界的佛都同意，都在称赞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对，是这个意思。那经文接着就提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这听起来好像在画一个很大的宇宙地图这是佛教的世界观吗？那个十方具体是指哪里啊？正是如此佛教描述宇宙空间很常用十方这个词，它就包括了我们平常知道的东西南北这4个基本方向，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4个角落，4个角落，最后再加上上方跟下方，上跟下，对，这样加起来总共10个方向，就代表了全部的空间。那经文里面为了方便说明了，举了6个主要的方向当代表。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个地方很有趣经文用东方世界当例子嘛，先讲了几位佛的名字，像是那个阿树比佛，还有须弥相佛这些，但接着马上就说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用恒河沙来形容数量，这数字也太惊人了吧！恒河的沙子耶。对，恒河沙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佛经里也很常看到。你想想看，印度的母亲河，对不对？知道。它那个河里的沙子是不是超级无敌细，数量又超级多？对啊，听说细的跟面粉一样。没错，那你随便用手抓一把起来，里面的沙粒你根本就数不清楚有多少颗嘛，对不对？对啊，完全没办法数。更何况是整条恒河里面所有的沙子呢？那真的是无法计算。所以佛经就用这个来比喻，形容那个数量多到你根本没办法估计，就是无穷无尽。而且因为恒河在印度是很神圣的河，地位很高，所以恒河沙就变成一个形容无量数的标准词了。这里意思就是，光是在东方就有多到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佛陀存在。哇，原来是这样。用身边最熟悉、最庞大的自然景象来比喻无限，这个方法很巧妙。那这么多数也数不完的佛陀们，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呢？经文说他们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这个出广长舌相听起来有点奇特，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伸出长长的舌头？哈哈，这个描述确实不是照字面看的啦。
广长舌相其实是佛陀，或是说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会有的32种很特别的外貌特征，也就是所谓的32大人相之一。哦，是其中一个相貌特征。对，它象征的不是一个起卦的动作，而是一种品质，表示说这位佛说出来的话绝对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或夸大。啊，原来是代表说话真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说法的影响力非常广，可以遍及，可以覆盖他所教化的那整个世界范围，也就是他的佛土。好，这里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佛土跟3000大千世界的概念哦。好啊，好啊。每一尊佛，它都有一个主要在教化众生的区域范围，这个范围就叫做佛土。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名字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那一个完整的佛土有多大呢？通常就说大概等于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么大。一个佛土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3000大千世界听起来范围超级无敌广诶，它是怎么算的啊？这个名字是从佛教的宇宙结构观来的啦。简单讲哈，它把一个有太阳、月亮、星星绕着转的系统，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叫做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然后集合1000个小世界，变成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变小千，对，再集合1000个小千世界，变成一个中千世界。再1000变中千，最后啊，再集合1000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哇，千乘千再乘千，对，因为总共经过了3次1000的累积，所以就叫做3000大千世界。它主要就是要表达一个佛陀教化的范围真的是浩瀚无边。所以遍覆3000大千世界的意思就是佛陀用他那种真实不虚的言说，把他的教法普及到他负责的这个无比广大的佛土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去。哇塞，从一个小世界到小千、中千、大千世界，这种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宇宙观，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很震撼呢。好，那这些多到像恒河沙一样数不清的佛陀们，用这个广长舌相遍覆自己的佛土，那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诚实言呢？这个诚实言就是指真实不虚的话，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的嘛，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很多者，对，意思就是佛说的话绝对真实可靠，跟事实完全一样，不会骗人，也不会自相矛盾。那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呢？他们对自己国土里面的众生说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诶，等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全宇宙这么多的佛，都在用最诚恳、最真实的方式，而且是异口同声哦，劝自己世界的众生要相信这部经。而且这部经还有个更完整的名字，就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是这样吗？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平常叫它佛说阿弥陀经，或者简称阿弥陀经嘛。但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名，就是你刚刚念出来的这个。而这个全名呢，它自己本身就把这部经最重要的2个核心价值讲出来了。第一，他称赞的阿弥陀佛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他受到一切诸佛共同的护念。所以你看，所有佛说的那个诚实言，就是要大家相信阿弥陀佛那份不可思议的功德。好，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经名后面那个护念，具体是指什么样的状态啊？好的，不可思议哦，我们可以拆开来看。思就是用我们的脑袋去思考、去推理、去想象。思考。意就是用语言、用文字、用讨论去把它表达出来、说明清楚。谈论。那所谓不可思议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功德跟他的愿力，那个广大、那个深奥、那个奇妙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凡夫的思考想象范围了，也超过了任何语言文字能够精确描述的界限。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清楚了。哇，这么厉害！对，那至于护念呢？护就是保护、守护的意思。保护。念
就是意念、挂念，心里一直想着，没有忘记。想着。两个字合起来，护念，就是指十方的每一尊佛会一直不断的、持续的保护着，心里惦记着那些相信而且受持这部经的众生，就像爸爸妈妈照顾小孩一样，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时时刻刻都看顾着。这是一种很温暖、很强大的力量哦。哇，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再加上一切诸佛的护念，这部经的分量感觉越来越重嘞。那经文接下来就照顺序介绍了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的诸佛。那边的内容结构是不是跟东方那段差不多啊？没错，结构跟主旨是完全一样的。这种高度的重复，其实它本身就在强调这个讯息的普遍性跟确定性，不是随便说说的。经文接着就列了其他5个方向世界的一些佛的名字当代表，比方说南方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这一些，西方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壮佛等等。北方有焰尖佛、最胜音佛，下方有狮子佛、明文佛，上方有梵音佛、树王佛这一些。但是每一个方向后面都一样强调，这只是举例了，实际上是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对，都有这句恒河沙数。然后呢，描述也都完全一样，各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劝大家要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模一样。完全一样的模式。这里有个小地方值得痞一下，在西方世界的佛名里面呢，排第1位的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这个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另外一个名字，阿弥达尤斯。他就是阿弥陀佛。对，还有像无量相佛、无量壮佛，那个壮是一种很庄严的旗子状的法器啦，象征佛法的威力。还有大光佛、大明佛这一些名字，都跟阿弥陀佛另一个特性无量光阿弥他巴有关，这就更凸显了阿弥陀佛的核心地位。而这里面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对阿弥陀佛功德的称赞，还有对这部经的推荐，它不是单一一个佛说的而已，它是来自整个宇宙所有方向，数量多到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佛陀，大家一致的证明。这种跨越时空的共识，本身就让这部经的可信度跟重要性变得无以伦比了。真的耶，听你这样讲，从东方一直到上方，无量无数的佛都在做一样的证明，说一样的诚实话。那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呢？对我们这些听到这部经，相信它，甚至更进一步去读诵、去实践的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经文后面是不是就讲到这个了？是的，没错。经文接着就回答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部经的名字要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释迦牟尼佛他就自己问自己答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对，这是一个泛称了，就是指所有有善根、愿意修行的众生。如果这些人听到了这部阿弥陀经，而且能够受持的话，这个受持很重要哦。它不只是听过就算了，那包含什么？它包含了你听了之后能够信受，就是相信、接受，没有怀疑。相信。然后呢，能够去读诵、去记忆经文，读诵记忆，再进一步能够去理解经文里面的道理，理解，最后能够照着经文教的方法去实践、去修行，这整个过程才叫受持。原来受持包含这么多层次。对，那经文甚至还说，或者就算你只是听到了经文里面列出来的这些佛的名号，光是听到佛的名字，会怎么样呢？能够做到受持这部经，或者只是听到这些佛名？经文给的答案非常惊人哦。他说，这样的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所有佛都会护念他。对，而且还能够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听起来功德很大可是那个
专有名词能不能再解释清楚一点？好的，好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其实是梵文 Anuttara Samyak 三菩提的音译了。哦，是梵文。对，它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佛教修行的最终极目标，它代表了最圆满、最高、最正确的那个智慧跟觉悟的境界。简单讲，就是成佛的那个果位了。成佛的目标，那不退转呢？不退转就是说，修行人在往这个最终目标前进的这条漫漫长路上啊，他的信心、他的愿心，还有他的修行功夫，都能够很稳固的一直往前进，不会再退步了，不会再动摇了，也不会再掉到比较低的层次去了。就是一直往前，不会倒退路了。对对对，达到不退转这个阶位，就好像是帮你成佛这件事买了保险一样，保证你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哇，这个保障很大诶。非常大。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只要能够听闻、相信、读诵、实践《阿弥陀经》，甚至只是听到经里面提到的诸佛名号，就能够同时得到所有佛的共同保护跟意念，而且在追求最高觉悟的这条路上，达到永远不退转的稳固阶位。这真的是一个极其难得、极其殊胜的利益啊！这也直接点出来，修持净土法门，也就是以阿弥陀佛为核心的这个法门，它最核心的好处在哪里？不管你是专心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或是念阿弥陀佛4个字，这个被看作是核心的正行，或者是你辅助做其他的善事，像是读经、拜佛、供养、布施等等，这些叫做助行。只要你能够发起那个真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终成佛的愿望，也就是发菩提心，就能得到这个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的保障。这对你如果是一位对佛教，特别是净土法门有兴趣的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非常重要的承诺哦。好的，今天我们透过这份资料，算是很深入地探讨了《佛说阿弥陀经》为什么在佛教里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核心的重点大概有几个：第一，这部经的权威性不只来自释迦牟尼佛，更是来自全宇宙，像恒河沙那么多佛的一致背书跟认证。第二，这些佛是用广长舌相这种象征绝对真实的方式来作证，证明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功德是真的，而且是超越我们一般理解的，不可思议。没错。第三点也是最实际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听到、相信、受持这部经，甚至只是听到佛名的人，能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得到所有佛的护念，而且在成佛这条路上拿到一个永不退转的保障书。确实是这样。而且你看经文里面一直重复出现不可思议，还有所有佛都一再强调当信，就是要你应当相信。这个其实也点出一个重点了，就是佛教里面揭示的某些境界跟功德，它确实是超过了我们平常的逻辑思考还有语言表达的能力范围。不是光用想的就能懂。对，它不是透过思辨就能完全搞清楚的。这些境界比较像是佛陀他们亲自证道，然后揭示出来的实相，或者说是一种事实。那面对这样的内容呢，往往就需要我们先透过信心去接受它。先相信。对，先相信，然后再透过像是念佛啊、持咒啊、禅修这些实际的修行方法，去亲身实践跟体证。所谓的信、解、行、证，很多时候信是踏上这条路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信解行证，信是第一步。那么最后留给你的一个思考点就是，这部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由全宇宙无数佛陀共同担保的超越我们想象的功德利益跟修行保证。在你了解了这些之后，去培养对这样一种不可思议境界的信心，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当你知道这份信心可能就是那条通往永不退转的菩提大道上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的时候，这或许是你在这次探讨之后可以继续去感受和体会的面向。